可以这样霸凌人的吗？钟明轩影片都发了4天了，本来每天翠是写都写不停的 DK 哦，这个也都没有回答。毕竟其他有一些人可能本来就是绿的或怎么样，但是 DK 啊，他是以正义著称，他第一时间有说那是误会什么的。好，那今天因为这件事情，钟明轩所遭受的网暴，也是你轻轻带过就可以的耶。电视台带头做假新闻网暴他，钟明轩，如果你不爱台湾，你滚吧！为什么这段不见了？用后台剪掉的。大街打人，小巷道歉哦，断章取义还敢这样子哦？赖清德已经够纳粹了，他妈节目还跟着一起纳粹。老实讲，阿弟还算是比较负责任，毕竟比起 DK 直接消失这一招啊，阿弟至少愿意拍个影片，但是他的回应依然是把他原本的态度再附送一次。然后呢，钟明轩表达你根本没接收到嘛？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？钟明轩喜欢去一些南方国家，难道是秘密吗？把之前误会的点再误会一次，再讲一次，然后说错了，他不应该受伤。你有那么笨吗？285万网红呢？哦，因为要取悦粉丝里面的台派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轩 ，Oh my god， 这个世界到底要多发疯？去年某一个人类恶意剪辑、断章取义，在我身上抹黑抹红，到现在对方请他把未剪辑版本的影片放上来，他依然不放。去年是谁？89嘛，89的统战纪录片嘛，对不对？照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到现在过了4天了，钟明轩开场就靠背他，结果到现在89不敢回答。点记记不敢回答，操熟啦！前阵子我上了一个 podcast 广播节目，所以我说我 from 台湾，但是我的 culture 我用 Mandarin， 然后我讲的语言是中文。结果他被大量出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5号这个访谈一发布，3月26号早上我一起床，我在国外出差，我手机收到了大量的谩骂、大量的攻击，一堆 hashtag 我想说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没想到3月26号当天，一群媒体用了当时 podcast 的影片断章取义的剪辑报道，并且篡改我在访谈里面的内容。钟明轩日前登上百灵果 News， 声称国外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，所以他在自我介绍时只能自称是 Chinese， 让外国人理解。我之前在美国游学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台湾，他只能够自称自己是 Chinese， 还要说要用 Chinese culture 才可以建立一些连结。这个当时被我们拖出来骂。再来，关键时刻，志平，我们真的越来越不能忍受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真的不爱台湾，真的不爱这块土地，你赶快回去。我现在说的就是你，钟明轩。如果你不爱台湾，你滚吧！而且还说讲台湾历史、讲台湾很奇怪，那所以我只好讲 Chinese， 我是讲 China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外国人不懂什么是台湾历史，必须讲自己是 Chinese 才可以。真的烂透了。NCC 在干嘛？中天都关台了，这些断章取义的媒体要不要处理一下？我为什么要继续被这些人骂？要发疯这个世界到底要怎么样？这些媒体断章取义就算了，这就是台湾 culture。但我最心痛的是，3月26号当天，有一群 influencer 创作者在社群平台上不约而同的发布，用自身经历来去包装，但实质上是踩我一脚、暗讽我、推波助澜的文章。他开始在罗列的是谁呢？当时趁机对他落井下石的人，现在事过境迁了哦。阿迪，以我去过这么多国家的经验来说，当我说我来自台湾，大概会有80%的人知道。我觉得就直接讲 DK 台湾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啦，网红最知道网红的心态是什么啦，骗不了人，大家都是同行啊，没有什么好避讳的。今天看到最气的影片，中前竟然说外国人不知道台湾，如果真的这么不认可自己的国家，大可以把护照还回来，滚蛋！一个生气的符号，这个太绿了，这太夸张了，直接说人家中前趴，太恶心。我愿意麻烦的解释1万次台湾在哪里是什么国家，也不会因为这个是 Rise and Shine， 这是一个台湾跟外国夫妻的方便而说我是中国人这3个字。如果我们都不认同自己，那谁来认同我们？哇哦！就在3月26号统一发布 I don't know， 而这其中还有一个网红，他是以为社会议题发声、为弱势族群发声，很会研究。他在讲 DK， 没想到他在这个时间点也来踩我一脚。然后你知道吗？钟明轩影片都发了4天了哦，这个本来每天呢翠是写都写不停的 DK 哦，突然之间哦，这个也都没有回答。其实其他人我觉得都还好啦，毕竟其他有一些人他的人设啊或什么，他可能本来就是绿的或怎么样，但是 DK 啊他是以正义著称，你知道吗？他第一时间有说那是误会什么的。好，那今天你造成了某种伤害，如果 DK 要回应，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误会；第二，强烈反击。但 DK 选择第3种，无以应。他上面说内容钟明轩从头到尾都说自己访台湾，即便都讲到这个份上了， DK 还是说感受不同可以并存，没有否定他的立场，但是风向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翻译啊，当时这个事情我做了一期，我不想误会 DK， 因为如果钟明轩能接受那也就算了，但是呢这一期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有一个立场改变了，就是呢当事人已经指名道姓出来说我是不接受，只是当时风向太强，钟明轩也没第一时间反应，过了这么久也没有修正，上面这一段意思是什么？
世界都知道台湾，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？我第一次跟美国人聊天，这种时候就直接讲台湾就好，没什么好避讳。意思是指说，周明轩你为什么要避讳讲台湾？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台湾 ？OK， 阿弟在踩一脚，叫做来自台湾正正大宝宝，所以他翻译的结果就是周明轩你在造谣啊！周明轩你为什么要用中国来讲台湾？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啊？答案不就这样吗？逻辑很清楚嘛。那当事人现在就出来直接干你了嘛？你讲过什么？你自己要负责啦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周明轩所遭受的网暴，不是你轻轻带过就可以的耶。电视台带头做假新闻网暴他，电视台怕到把开头给剪掉了，你看笑不笑话？如果真的没问题，为什么电视台要把主持人的开头剪掉呢？都是做这行的，我理解他们想要社群卡位，也知道自己的粉丝有非常多是台派因为要取悦自己台派的粉丝嘛，取悦粉丝里面的台派嘛。在这个议题上，如果我发声，那个时机点有很多人踩周明轩 ，Oh my god， 我不用去买网军，免费的帮自己 IP 宣传 ，Why not？ 是不是踩周明轩就可以宣传自己？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我很会社群卡位。这些创作者在很多台湾民众的心里，早就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意见领袖，是名牌，是 icon。一堆台湾人我去韩国，我去泰国，我去9遍日本，我是国际旅人。我去日本，很多人知道台湾呢。我去韩国，很多人知道台湾。周明轩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去哪里旅行？你去哪里旅行？我真实的经历就是我去孟加拉、去斯里兰卡、去印度。我时常说 I'm from Taiwan 的时候，好多人说或是I like Thai food。为什么？印度、孟加拉、尼泊尔或者是其他的非洲国家，环印度洋国家，绝对认识泰国比较多嘛，因为泰国就在印度洋岸嘛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印度洋才是世界的中心海洋，这是太平洋的船线，这个是印度洋的船线，印度洋才是实实在在的世界中心海洋，因为印度洋沿岸所经过的人钱船流是世界最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问你在太平洋侧的一个小岛台湾，还是一个泰国在印度洋侧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国家？这是事实嘛。去旅游，我还有我的事要做，外国人有他的事要做。好多人说，我们如果在国外遇到外国人不知道台湾，我身为台湾人，我一定要好好介绍台湾呢。如果当你都不认同自己的家乡了，谁会来认同你？如果是我一定会好好介绍的。你们知道问题的核心点在哪里吗？你就去啊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你有这个志向，你就去做。你不需要用你自以为是的情绪勒索的态度来去勒。关键这一些所谓的大鹰派、大台派是假台派了最喜欢就是情勒。你为什么不做？你不爱台湾哦？你跟外国人讲话，你不会提台湾吗？你是不是不爱台湾？你说不是，我是没时间。你为什么不爱台湾？你就没时间？哪里没时间？爱台湾需要时间啊！这些人就是整天情勒。我相信我在国外长期旅行的人都知道，当外国人问你Where are you from？ 这是一个问候，它只是一个彼此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人生的过场。你在那边跟他说I'm from Taiwan， 他如果知道就cool have a nice day。他如果不知道，他可能也会回答你cool have a nice day。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在乎。这真的Where are you from？ 其实是一个很基础，就随口一提啦，就说嗨你好，你家好吗？嗨你好，假爸不会之类的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外国人很多人听到，这我经验他一定问你哪里来嘛，说 I from Taiwan， 然后说cool nice to meet you， 结束了，他不会再多问你什么。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外国人好像都很知道台湾，那是因为台湾人很多，比如说去到美国或加拿大，很多地方是华人聚居的地方。你们知道吗？最恶心、最讽刺的是，后来有个 YouTuber 叫做西兰，然后西兰帮忙还原这件事，出来把原貌告诉大家之后，这些 post 推波助澜、踩我一脚的网红们，可能害怕自己的 IP 受到影响，也或许他们知道了事情的原貌之后，知道误会了，所以后来有些网红们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发了声明。可爱的是，在声明里面，我只看到他们的自证，帮自己辩解，其他的我没有看到太多。这就是关键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DK 那一段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他只说感受不同。最讽刺的不是他们的发文，是他们私下来跟我抱歉。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瓜，跟我表示他们误会我了，他们没有想到情况会变成这样，私下跟我表达他们的抱歉之意，但是我在他们的声明完全看不到有这样子的痕迹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情是最可恶的，大街打人，小巷道歉想对这些创作者说，当我们拥有影响力的时候，我们每一篇贴文、每一个文章都有可能决定了那一个人当天的命运。我蛮称赞周明轩这里的想法的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，你更需要谨慎你自己的影响力；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，你更需要在乎那些可能会因为你影响力而受伤的人。
那关于这件事情呢，阿滴是有回应的哦。简单来讲呢，钟明轩讲了他，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要出来。他的意思是说啊，他在这场风波里面呢受伤了，所以他也认为这个事件里面啊有错的地方应该要道歉。我以为我去过那么多经验来说 ，I from Taiwan, I am Taiwan， 大概有80几%对方都知道自己来自台湾或台湾人。其实是因为阿滴去的很多地方是哪里？他去的大多数的地方是欧美地区啊。而钟明轩很喜欢去南方国家，他之前还跑去哪里你知道吗？他之前跑去索马利兰啊，这个是很大的落差。可是你看哦，他也不觉得这样子是有问题的。他是不同的想法，他还是用不同的想法来做他的坚持。也就是说，阿滴这一篇呢，他对钟明轩受伤这件事呢，他表示了一个歉意。但是呢，钟明轩所指控的所谓社群卡位的手法，利用这种半带风向，用个人经验包装可能会造成伤害这件事情，他还是坚持，这是不同的想法。后来啊，直播结束他就另外发文啊，每个人旅游经历不同，世界的主观事实也不同。他分享他的经验，让我也分享我个人旅游经验来尝试的做法。其实啊，以他的高度，应该直接就说，虽然我理解，但是我也尝试去分析为什么钟明轩遇到的人很多人不知道台湾，而我遇到的人很多知道台湾。其实这有很高深的分析吗？这没有一点高深的分析，我随便2分钟就告诉你，不用2分钟，0.2秒就告诉你答案。因为阿滴去欧美多嘛，钟明轩去南方国家多嘛，南方国家知道台湾的少嘛，而欧美知道台湾的多嘛，尤其这几年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这个东西有需要多困难的去想不清楚，然后一再的强调说主观事实不同吗？意思就是说钟明轩的主观事实是有偏差的嘛。那你想，一群自卑的青鸟，一群自卑的台派，当他遇到说哎呀全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台湾，然后有一个人说全世界上很多人认识台湾，这是认知的差异的时候，请问自卑的青鸟，自卑的台派会怎么思考呢？他们一定说，那个说台湾没有被认识的人，坏家伙，又在替中国说话，中共同路人啊！所以钟明轩被出征了。他说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啊，但同时没有做错的地方，对于时事议题啊，应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再踩一次，那发这影片，请问跟你在跟你在席冉那边的道歉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不是同样的东西再蹭一次吗？钟明轩表达的你根本没接收到嘛。所以这个阿滴这个道歉啊，有跟没有是一样。